成，子成。 走吧，这里太冷了。连老天都不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今天去做产检，医生说孩子的胎心停了。 饿不饿？吃了几个月的补品了，做汤的时候都不敢给你放盐。要不我今天带你吃点好吃的。醒醒！哎呀，出去干嘛？醒醒！世豪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小小，他不会有危险吧？小小会不会有危险？先冷静一下啊！你听我说，医生说已经超过70天了，必须要做引产手术。
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够严重的会影响未来的收益。行了，都结束了，受苦了。再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你接点水。小郑出院了，别担心。
你是我的小猴子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猴子。早安。早啊。你几点起的啊？起来一会儿了，给你做完早餐。我记得你有每天看财经新闻的习惯，对吧？那，今天的。我去上班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呢。你是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个打工的。拜拜，公司见。早安，小陈。早。小陈。早安，小了吗？小陈。小，哎呀，小陈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没事吧？我挺好的呀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不回来跟你相爱相杀了吗？回来就好。状态不错呀，小陈。你看我这个怎么说？看这个吧，这个好长。这次的成绩还满说第一天，兔子跟北极熊在一块上厕所，然后北极熊就问兔子：“兔子，你怕脏吗？”兔子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北极熊抓起兔子就擦了一下屁股沟子。第二天，松鼠跟北极熊在一块吃饭，北极熊又问松鼠：“松鼠，你怕脏吗？”松鼠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北极熊抓着松鼠擦了一下嘴。这个时候，松鼠抬起头看着北极熊：“北极熊，你怕脏吗？”北极熊说：“我不怕呀。”松鼠说：“哦，我是昨天那只兔子。”你在聊什么呀？来，我需要吗？拿杯水，帮我泡点红枣片吧。谢谢。我觉得有点恶心。李慧的笑话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我要再讲一个。说有一天，小明一个人在家，这时候他准备睡觉，他就把灯关了。这个时候，房间里只剩下一个人，但他又不是小明，请问他是谁？小爱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个笑话太不行了。来，我给你们说一个，乖乖穿上了裙子变成了什么？程程。乖乖是谁？为什么是程程？乖乖嘛，乖，然后程，至少会下。我还有一个，都说喵。好冷啊，你这个。下班了。下班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唱歌、吃自助餐？好呀，真的吗？去哪儿？你们订好了吗？小陈，媳妇儿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种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的活动，不是消遣，而是遭罪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呢？你们订好去哪儿？告诉我，先去个洗手间哟。等你们，嘿。好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小陈这一天的笑容，比这段时间加起来还多。比我认识他这6年加起来都多。思密姐，怎么还不走啊？要加班吗？不加班。思密姐再见。谢谢。我觉得严小晨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。这么开朗，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就是因为太开朗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像他。其实，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儿。孩子如果没了，他最后的负担也就没了。你
你也别太难过。谢谢。我回来喽。回来了，啊，玩开心吗？开心啊！玩开心就好。妈明天要出院了。啊，你要是暂时不想见她的话，明天我跟丁姐去接她就可以了。还有公司那边，你要是想休息的话，你随时告诉我。我为什么需要休息啊？不用。小陈，你没必要这样硬撑着。我没有在硬撑啊，我是真的不需要休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工作。你看，我因为结婚，因为孩子，我耽误太多时间了。我知道你在逃避什么，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明天你就别去公司了，这是命令。早点休息。芳姐，吃饭喽！芳姐，芳姐，程太太其实挺可怜的。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血浓于水啊。要不，您上楼去看看他呗。你们是亲生母女，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呀？啊？如果我当初坚持不让他来上海，就不会有这事儿，他也不会认识沈浩。现在肇事的司机没找着，小小的孩子也没了，我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啊？孩子没了也好，那是沈家的孩子，没了干净，没了沈心。可是我明明恨的是沈家呀，我怎么就这样伤着自己的女儿呢？芳姐，芳姐，别难受啊。我不知道我这都是干了些什么。芳姐，我刚才电梯间还碰见丁姐了。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
们本来也是因为孩子才假结婚的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也不能一直拖累你啊。你的生活本来好好的，结果因为我的出现变得乱七八糟，所以我们离婚吧。你爸妈那边我就没脸去说了，就当我给你留下的最后一个麻烦，好吗？我已经在上面签完字了，只要你签了字儿，就生效了。我没打算离婚。这场戏该结束了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你在拖累我？如果直到今天，你还认为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在配合你演戏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还记得我在湖边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我之前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心理创伤，我已经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也看过心理医生，我也一度靠工作来麻痹自己，但在我遇到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所以，你对我一直是出自于同情，就像你当年对 Cindy 那样吗？当然不是啊！你给了我家的感觉。可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妻子啊。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妻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段婚姻里面，我感受到了家的感觉。你跟你妈都给了我这样的感觉，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试。我无法尽到妻子该尽的义务啊。没关系，一切决定权都在于你。如果你还想离婚的话，我会认真考虑。但现在你妈状态不是很稳定，如果我们离婚的话，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。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你再不起来，饭都要凉了。来吧。你怎么不叫醒我？我叫了你2声儿，看你没动静，我就不敢再叫了，怕你有起床气。哦，我一会儿下去看看我妈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程先生，程先生，程太太，我刚才下楼去叫芳姐吃早饭，结果她把自己反锁在门里，我怎么叫她都不答应。你不会出
出事了？我下去看看，我下去看看。妈，你开门呀，妈！妈，我撞了。妈，你开门呀，妈！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很恨我？我为什么要恨你啊？妈，小陈他很爱你的，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你坐下。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我们这一家3口做了什么孽呀？真是。哎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你得好好的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你也别让我太担心你呀。会好起来的，啊。这我早上刚包的馄饨，有点烫，去拿3个碗去。来，还有一碗。来，哎呀，来，烫啊！给你舀出来，我自己2个，先晾着。志远，对小陈好一点。你们2个都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啊！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会对小陈好的。谢谢。吃饭吧。来，你吃这个。烫啊！有点疼了。我也来着。志远，早啊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些饭菜，
中午别在外面吃了，都油不好，吃的不安全。谢妈。快去上班吧！啊，我们走了吗？哎，我来，快去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好。小陈，中午一起吃饭呀？旁边有家新开餐厅，味道还不错。哦，我得先把这个洗完。程总好，吃饭了。陈总好。哎。乔总，在这儿吃。放那边吧。等一下啊。过来吧。过来啊。这个是吃饭吗？不然呢？这顿饭啊，是你妈特意为你做的，多吃一点。其实也是他专门为你做的。我妈那天对你说的重话，他应该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。我觉得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对你挺认可的。你能容忍他的脾气，也能容忍他那些行为，甚至你还能容忍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你什么都不用做啊，你只要坦然地接受他对你的好意就行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坦然接受我的好意啊？我不配接受啊。晚上我和魏彤还有新辉约了去蓝月聚一聚，你不用等我回家了。好。来。我觉得你们最近是不是上班了，来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？学生不就是出了名的有时间吗？上班了多烦呀，那么多工作，哪还有空啊？越是忙就应该越放松啊。我觉得你们啊，就是刚刚上班，还没有真的找到上班族的那种状态。你是指中年男子宁愿坐在车里也不愿意回家的那种状态？当然了，上班了更需要来喝上一杯啊。所以我们这不就来喝一杯了吗？哈喽，薇啊，你是不是最近又遇到什么烦心事？你这个“又”字儿用的特别贴切。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天大的 trouble。Trouble is love, love is trouble。你的那个 trouble， 前段时间还在我这儿喝闷酒呢。Trouble 哪个 trouble？Trouble 已经出国了。赵宇环告诉我的，宋文姬哭得跟狗一样，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。该重新开始的重新开始呗。
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听不懂。帅哥，可以再给我来一杯吗？跟这个一样。大家最近有研究什么新酒吗？这杯就算是吧。看你调出什么花样来。啊？叫什么名字？这杯酒我给它起名叫做化蝶，送给你，跟你现在的状态非常像。可以加个微信吗？ Of course。看来又有新的故事要发生了。这都可以。慢慢喝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也在解决我的 trouble 呗。那是有新的进展了？上钩了，还能让他跑呀？您好，我想找一下赵宇环。周总监已经1周都没有来了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女神，未来3到5年内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呢？3到5年，我赵宇环不止未来3到5年，我一辈子都要做一个职业赛车手。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、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，只要喜欢，就要喜欢一辈子。我赵宇环做，就要做到最好。我一直以为你做事情只是3分钟的热度，没想到你早就有坚持一辈子的事情。整天做梦，职业，知道职业2个字怎么写吗？在我们这儿，他连业余联赛都玩不转。哎，人家里有钱，投资了俱乐部，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管得着吗？女神，我看是衰神吧，拉低俱乐部的平均分都不够丢人的。哟嘿，那上次你激人参加比赛干什么？我就是故意想看他在赛道上出丑。你开得很好吗？你想看吗？想看。我还想和你比。啊？这你的谁啊？女神的妞。哎，不错。小嫂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就跟他比。我管他是谁啊！你要不敢和我比，那才是真的丢人。我怕吓到你，我会心疼的。我就是让你疼啊！好啊，跟你玩一把。你们什么规矩？没规矩，但我要是赢了，你就跟我吧。哦。
这姑娘疯了吧？他这是不要命了。疯了！你说的没规矩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愿赌服输。我要你给赵玉环道歉，轻声细语，低声下气。怎么，输不起啊？疼吧？我看着都心疼。哎，告诉赵玉环，他的车是我撞坏的，让他来找我。ZT， 我的车谁干的？可来了啊！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问你谁干的呢？听我跟你解释。不知道我车是我老婆吗？我知道。谁敢动赵玉环老婆？你告诉我。你老婆。陪我去看看。你老婆。我告诉你，你老婆。你老婆把你老婆撞成这样。你说什么呢？好啊，跟你玩一把。你们赛车什么规矩？没规矩，但我要是赢了，就跟我吧。我看着都心疼。所以说吧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，这都是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事。叔叔，还有一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。这是环环。开这么快？哭了你？哇！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、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，只要喜欢，就要喜欢一辈子。我赵玉环做，就要做到最好。哎呦，傻儿子。您儿子。哦，我的傻儿子呀。喂。怎么是你啊？魏同学手机在我手里呢，你打他电话，为什么我不能接？你们在哪儿呢？在公司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赵福军，你别碰他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他叫我全名。咱别跟他计较。叔叔，赵玉环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想、没有长性的人，她只是没有办法把您的理想变成她的理想。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如果她喜欢一件事情只喜欢2-3年，您可以当她是玩物丧志。但是赛车这件事情，她已经整整喜欢了8年。难道您真的是希望她只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期望，就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变成您想让她变成的人？我承认错误，我曾经也误解过他，但是
但是当我知道他不是贪玩，不是迷茫的时候，我选择以后无条件的支持他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叔叔，赵玉环为了您和我一直在努力改变。我们真的爱他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为他改变一下呢？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赵总监，赵副监，哟，赵总监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什么事儿冲着我来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问头分手的。咱俩不是已经分手了？上次那顶多算吵架，不能算分手。哎，说的还挺情真意切的。我问你，现在让你在赛车跟魏同学之间选择一下，只能选择一个，你选谁？无论是赛车还是魏同，都是我要坚持做一辈子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步的。既然你说坚持一辈子，那就做出点成绩来给我看看。我给你3年的时间。第一，赛车给我拿个冠军；第二，把魏同给我娶回家。如果这2样有1样失败了，你就算输，回到公司来上班，跟你耿叔叔的女儿成亲，行不行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谢谢爸爸。爸，我爱你。哎，这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长这么大了，抱什么抱？别能抱一会儿，抱一会儿。爱什么爱？爱，可爱了。哎，我也爱你，我的儿子，臭小子。哎，你的魏同可走了啊？阿米尔，冲啊！哦。山脚下住着我心爱的姑娘，我和她分别后，魏同，喂，你找我？你不走了？我去买棒棒糖了。过来。咱俩一码归一码。之前算不算是你骗我？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。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雨神，男神，傻儿子。行吧。原谅我啦。勉强算原谅了吧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干开车撞人这么危险的事儿了。那到我了。你不是说不知道哪个是我吗？不了解我，不要和我在一起吗？我当然要和你在一起。这2天吧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我既然喜欢你呢，我就要喜欢每一面的你，对不对？可爱的，聪明的，清纯的，性感的，哎，说真话的，说假话的，每一面我都喜欢。以后你给我挖多少个坑，我都往里跳。是吗？对呀。那不太公平啊！你只有一面啊。哪一面？我喜欢的一面。傻。那不应该吧？我还有很多面呢，英俊帅气的，风流倜傥的，文质彬彬的，都在你面前展示过。只有傻。等会儿，你让我死个明白。除了宿舍爬楼，还有相亲那次，还有哪次是你设计好的？酒吧拉肚子是不是也是你干的？
那是你自己要喝的。哼，真是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我故意暗示 ZT 给你看我赛车的视频。我知道你今天会去俱乐部，所以我来找你爸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。过来。还想吃它吗？你好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深思的。哦，这边请。这边，在会议室稍等一下。早晨，猜我刚刚看见谁了？看见威廉了？什么威廉呀？吴倩倩。他来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应该来谈合作的吧。他现在在哪家公司啊？我们这次的苏绣公益投资项目虽然没有盈利空间，但是对我们2家公司的社会形象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责无旁贷。深思的主要业务就是服装生产。如果这次苏绣项目推进顺利的话，我觉得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帮助的。对，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传统文化重塑阶段，没有明确的盈利点，但如果运营得意，我们2家都会受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这么好的一个项目，你们深思集团准备派谁来负责？倩倩，我们深思最近最受关注的项目经理，非常努力上进，并且有责任心。程总，我会尽全力推进这个项目的。倩倩来到我们深思之后，提升非常大。程总，您大可放心，虽然现在没有盈利点，但是我们深思还是会派出最得力的团队，毕竟这个项目有很高的文化价值。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项目，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怎么了？我听说这次的苏绣项目因为是公益性质，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啊。但是我倒觉得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。说说看。现在啊，全世界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，而苏绣呢，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产品，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全球呢也有很大的市场空间。我妈，她还有2件苏绣的西服，她有时候还会穿出来，对着镜子照着看看。所以我也算是对苏绣有一点小情结吧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保护它。这么说，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方向了。深思旗下签的一个设计师叫卓源，我之前和他打过交道。如果把他的设计理念和苏绣做一个结合的话，不仅有市场价值，而且还能推广苏绣，这一举两得。对，你说的这些都没错，但这里面有2个弊端，你知不知道？第一，对方是深思集团；第二，对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吴倩倩。这些你都考虑在内了吗？在商言商嘛，我可不想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一个我喜欢的项目。所以你想清楚了？交给我吧。好，要有什么问题，随时给我提出来。没问题，我出去了。今晚加班，记得给我的郁金香浇水。
出来了，你在 cos 利奥吗？你觉得像啊？你要是觉得像的话，那我就是在给我的小女孩送吃的。你给她浇水了吗？你不吃饭，她就不喝水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不吃饭的话，身体都要扛不住了。番茄酱。你故意的吧？这次是故意的。那得公平一点。嗯。过来。过来。哎，这身让我沾上。没事，我去擦一下。哎，等，我也擦。不动啊，不动。今天晚上我心情好，算你走运，给你设计一个小图案。小时候画画的功底还在呢，我给你免费设计一件好看的衬衫，设计个小图案。严设计师设计的，不要太贵，只要998。去吃吧。这是我对苏绣这个项目做的分析调查报告，希望大家帮我提出意见和建议，谢谢。不通过。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？上司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要跟你解释为什么吗？你只要照做就好了。
还是说严小晨现在做了 DH 公司的老板娘，所以随心所欲了呢？随心所欲，他这成语进步是越来越大了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可以重新做，而且我也会尽我全力把它做到更好。但是我需要你给我专业性的意见。可是我并没有义务提供给你我的专业意见，很不服气吧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依然是你的上司，除非你有本事做到这个位置上，否则你就只能服从我。好，重做，做到我满意为止。没问题。辛苦大家，谢谢。哦，散会。Cindy 摆明了针对严小晨啊！我刚看了一眼这个报告，做得很好啊。Cindy 还非逼他重做，太过分了。哪有什么用啊 ？Cindy 姐现在挺好的，但是还可以更好，对吧？这以后啊，彭总就难做了。哎，我早就说过要把他们隔离开嘛！哎呀，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你从刚才就开始跟着我，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现在公司流言已经传疯了，所以我劝你是不是？不是流言，我就是在针对严小晨啊。你不会？我为什么不会啊？他抢我男人哎！我心里那么好欺负，我肯定要报复他呀。他既然想情场得意，就要做好职场失意的准备。人生什么好事都是他的。你绝对不会。你干嘛？什么事儿？你不要装作这么了解我的样子。我是一个